说到为什么张作霖非得杀了他不行，非得杀了这个李大钊不行啊？为什么各方都非得杀了他不行啊？因为他贴上了一个造反将军冯玉祥。冯玉祥本来还算是个老实人，李大钊自打认识了冯玉祥，成了冯玉祥的政委和冯玉祥身边那个诸葛亮之后，白纸扇之后，冯玉祥就像个疯子一样，沾谁变成谁的猪队友，谁要胜，冯玉祥就耍赖。所以冯玉祥得罪了所有的人，这里边的最坏的，他身边出主意的就变成了李大钊啊，这么一个情况。好了，我们来梳理一下最后一定要杀他的那一场事变。巅峰时代的奉系、张学良父子统一天下、功亏一篑的故事。奉系这么牛逼，你想当时奉系，我操，成了，整军习武之后，奉系天下第一啊，这个时候又要统一天下，为什么功亏一篑了？这个罪责最后为什么记在李大钊头上了？听我给你道这段拿性版本的历史，就又回到1925年1月啊，奉军当时最牛逼啊，刚进北京嘛。1925年1月啊，直奉战争胜利了，奉军当时6个兵团，整军习武之后，每个兵团有3到4个整师，齐装满员，有飞机、大炮、军舰、骑兵、工兵、电话兵，就是现代战争人民解放军早期的那些军兵种。奉军都有，而且奉军的军装，你当时看那些电视剧也好，你看那些历史纪录片也好，奉军的军装跟日军是一个 level 的，他们穿得很整齐，包括他将军们的制服，那个佩刀看起来就那么正规。你再看西北军冯玉祥，你再看红军，甚至你看广东的国民革命军，你看他们这身行头，就很怀疑他们是个山寨的嘛。所以人家是6个兵团啊，占据了东三省，不用说那是大本营。打赢了之后，又占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直击上海，山河4省也被他占了，因为那是直系地盘，直系败了吗？啊，河南还有。那么经略统一全国之势已成啊，少帅张学良亲自指挥海空军。这个时候，奉系已经膨胀到根本不用统一天下根本不用倾巢而出了。2次直奉战争倾巢而出，这次不用了，只派了2个兵团进内地。一个兵团，大家看电视剧经常出现那个叫杨雨婷的啊，就是被老虎亭被张学良杀掉的，后来杀掉那个啊。杨雨婷带一支军啊，一个军团直去上海，目标战略任务是扫荡直系的那些残余，把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控制住。这是一支军，另一支军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啊，这也是电视剧的红人嘛。郭松龄带另一支军，李孝林配合。直插西北干什么？扫荡冯玉祥，就灭了冯玉祥这个反贼，讨赤，这叫。因为冯玉祥当时赤化了，整个中国这2支军把他们平乱了以后，直接肯定最后要跟孙中山、蒋介石打一仗。那孙中山、蒋介石那状态打不过的，这个时候孙中山、蒋介石肯定秒灭他们，被秒灭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张作霖父子要统一天下了，牛逼的不得了。有诗为证，什么诗为证啊？1925年在上海滩天天住着的除了卢小佳，就是卢小佳他哥张学良。张学良那年24岁，张学良跟谁拍拖？你想想这段历史，张学良跟宋美龄拍拖，宋美龄当时已经被蒋介石追求了，蒋介石已经开始追宋美龄了。宋美龄根本不加蒋介石，因为宋家是什么家族啊？宋家的女孩都是他妈要嫁就是公卿啊，王侯啊。你蒋介石当时不就是个黄埔军校的什么小校长吗？你想想张学良是啥啊？帅，24岁年轻，会讲英语，我操，天下都是他们家的。现在他们家正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所以宋美龄为什么跟张学良那么好？张学良老了之后回忆录多次提到宋美龄当时和我，蒋夫人当时和我在上海约会。但是张学良有原则，张学良不说啊，也具体的应该是，反正因为张学良也是基督徒嘛，不用改信嘛，所以应该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但是呢，蒋介石那时候根本入不了宋美龄法眼。后来之所以张学良犯了大错之后，宋美龄玩命去救，这些都是有这样的前因的啊。好了，接着说，只带了，等于是小张带一支军队啊，小张让他的老师郭松龄带，他自己在上海泡宋美龄。杨雨婷带一支军队啊，双剑齐发，奉系张作霖坐镇奉天大本营啊，等着好消息捷报传来。结果妈的出事了。先说杨雨婷一路，杨雨婷一路本来是要剿灭吴佩孚，
残部的。结果没想到吴佩孚跟一个叫孙传芳的那个挖东明的那货，后来他挖的那时候他还没挖，跟孙传芳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了之后呢，跑到武汉喘息了1年。这1年时间，吴佩孚也是个牛逼人。这1年时间，吴佩孚又把他的军队搜集起来，又他妈能战斗了。居然在1925年10月，就是10个月以后，居然在上海一带江南打败了杨宇霆这个笨蛋杨宇霆劳师袭远，打不过这个吴佩孚在上海的这个伏兵。1个月30天之内，双方战争就结束了。不但打败了杨宇霆、江登选，还杀光了张宗昌带来的白俄铁甲军这是给中国做了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记住，吴佩孚干了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否则这支白俄铁甲军会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很大的祸乱，是超过你们想象的。当时白俄退败的时候，就俄罗斯沙皇的军队政府军退败的时候，有一支政府军，高尔察克将军率领的政府军，听我讲过丘陵嘛，退到了哈尔滨，投到了这个张作霖麾下。这是一支齐装满员的俄罗斯人，长得都是俄罗斯的兵嘛。这支俄罗斯军队是一支铁甲战车军。那个时代，铁甲战车就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呀？比坦克厉害。列车这个火车整个是用装甲做的，上面架满了大炮、机关枪。这个火车开到哪儿，死亡就播撒到哪儿。而且那是无敌的存在，无敌存在。当时的科技水平，这没无解。所以这个俄罗斯白俄铁甲战车团是奉军手里的大杀器，放哪儿灭。这些白俄军队烧杀抢掠，啥坏事都干因为这些人是无主之徒等于是游魂野鬼的心态，他们已经不能回祖国了，所以他们在中国，他们投在张作霖麾下的这个张宗昌手里，他们无恶不作。在这场战斗中，吴佩孚和孙传芳巧妙的利用岩石地雷技术，把他们铁甲车的铁轨给它炸了。然后把这些铁甲战车的俄罗斯俘虏全杀掉了，一个没留从此之后，为什么中国再也没有俄罗斯军人了呢？因为被吴佩孚同志给杀光了这个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如果没有杀光的话，这支军队将来会出很大的祸患好了，我们接着，你想，苏联红军顾问放到蒋介石部队里，蒋介石就能北伐的打得那么厉害，这些白俄顾问是一样的呀，他跟苏联红军他们是同一个 level 的，所以正好他们被一锅烩了，就给他们都杀了，上千人，非常好这个绝对是个大好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绝对是吴佩孚立的一功咱们这个要给他记上。接着说杨宇霆就打败了，就等于是打不过吴佩孚，然后给张作霖发报，快来援军我他妈跟他1对1没 PK 过，咱再来点人，咱们把他给弄了。那你要是张作霖，你肯定想，那行吧，那我就去救他去吧。完了，救不来了，这是10月份打的仗了。救不来了，为啥呀？张作霖大本营翻了，说怎么回事？不是他妈1月份的时候还天下皆为我有，怎么到10月份大本营翻了？人算不如天算呀！派出去的另一支军就是奉军第1虎将郭松龄反水了，这他妈谁能想到大家知道奉军一共有6个军团，所有的军队里1军团都是最能打的，因为它是大本营嘛。1军团的军团长叫李孝林还是张景林，叫张景林。1军团张景林在天津一带布防，拱卫京师的。张景林呢就觉得我这么老资格，张景林是奉军里面最老资格的，我他妈分的东西太少，分赃不匀，就对张作霖有意见，但是他也不说。郭松龄呢就找他说，咱俩一块干呗，你有1个军团，我有1个军团，咱奉军一共6个军团，现在杨宇霆带着1个军团在上海呢。而且还被困住了，咱俩这2个军团往回打，大帅身边只剩3个军团了，而且这3个军团都是小辈的，没打过仗的弱鸡，都是辎重部队，我们往回打，我们就天下就是咱俩的了。那张景林就问郭松龄，那你有啥后援，或者你有啥安排吗？钱军饷怎么解决？有安排，有章程。我是共产党，你知道吗？我是共产党，而且冯玉祥也是共产党。冯玉祥那儿的政委李大钊就是我这儿的政委，李大钊跟我铁磁了，苏联顾问马上就派到咱们军队里面，苏联的枪钱全都给咱们发齐，没有大帅咱们过得一样好。打到了天下之后，咱俩做大帅不爽吗？他不香吗？他这一说，郭松龄这么一说，因为郭松龄老婆跟李大钊是好朋友就跟冯玉祥老婆是一样的嘛，都是北大的嘛，
都他妈在北大认识的李大钊，就被李大钊都给带去了苏联大使馆，包括这个郭松龄也他妈在苏联大使馆中了迷魂药了。这回来之后一说服张景林，张景林也上车了。也就是说，对于张作霖同志来说啊，对于张作霖和张学良这两个货来说啊，1925年10月是他们人生的天翻地覆转折点。1925年10月之前，他俩是天之骄子啊！我操！1925年10月之后，这俩货就是走一天算一天了。我操！人生进入倒计时，就是因为郭松龄反水。郭松龄反水起到的作用太大了，他妈的，他就是最关键的那一个节点出现了他妈的漏洞，结果满盘多米诺骨牌皆输。1925年11月，奉军大将第一大将啊，张学良的老师，电视剧《张学良》里边描述的很清楚，但是没说这段。张学良的老师郭松龄突然联合第一兵团长张景林两个人哗变，在河北滦县聚集7万精兵啊，他妈的一共20多万人，他们俩就聚集了7万人。回师往上海关外出关，反攻奉军大本营，要杀掉大帅张作霖，通电全国要求张作霖立刻下野，让其子张学良上台主政。通电说反内战、反饥饿、反帝反封，张学良上台，张作霖下台。张学良、张作霖一夜之间都懵逼了。因为张作霖问张学良：“你造反了？”张学良说：“没有啊，我操，我在上海跟宋美龄啪啪啪呢，我操，我没顾上这事儿啊，那怎么回事啊？你快回去弄弄啊！1/3主力困于长江，杨玉婷那一路被直系缠住了，1/3主力哗变往回打，剩下这大本营一夜之间坐困愁城。所以张学良闻言马上离开温柔乡，马上去找。坐着飞机去找郭松龄谈，郭松龄是他老师啊，铁哥们儿。张学良的原话说：“郭松龄就是我就是郭松龄，因为他们两个各有一个军团嘛，军团他们那时候都是旅长师长的这么起来的，他俩一直是平级，但是他俩是师生，他俩的办公室是在一起的，所以各自军队的那个手令都是郭松龄替张学良签。张学良告诉所有的军队，就是郭松龄就是我就郭松龄，别鸡巴问为什么，郭松龄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见了吗？”他是这么个关系，所以张学良完全接受不了。张学良也跟郭松龄是换命的交情，所以张学良就亲自去找郭松龄，发生什么事儿咱俩聊，有什么聊不开的。郭松龄不见，我没时间，我用报纸给你。郭松龄每天通过北京的一个报纸啊，《燕京晨报》之类的这种报纸啊，说跟张学良的我跟你之间没有私仇，我是对你爸的。这个事儿打完了之后，把你爸灭了以后，咱俩再谈啊。总之就是避张学良而不见。张学良没招啊，张学良就开着飞机，张学良管军队啊，管那个海空军。张学良带着空军的飞机，亲自在飞机上往郭松龄的驻军的那个军营里边撒传单，上面写着告全体官兵书啊。电视剧也有这段，你们别闹啊！操，我没造反我爸呀，别他妈跟着郭松龄瞎跑啊！但是在电视剧上和在中共历史以及国民党历史课本上说，是郭松龄去了一趟日本出差啊，跟着张作霖去了一趟日本出差，看到了张作霖的媚日求荣的丑态，怒发冲冠，爱国心爆棚，所以决定反正，支持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复国北伐，然后通电全国，然后起兵造反啊，保存我们国家，从日寇的铁蹄下挽救我们国家。这是现在的公开历史版本，一派胡言，你们信吗？他忽然想起爱国来了，他早干什么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原因特别简单，也很人性。他作为奉军的第一猛将，张学良的铁杆哥们儿，他在2次直奉大战中，第一军功啊，没有人能打得过他。第一军功打败了就不用说了，打胜的那次就是第2次打胜，大家分田分地的时候，连张宗昌这个傻逼都得到了一个山东省都督。张宗昌后来说有个宝塔，什么上面出来底下细，自己数不清自己有多少小老婆，自己数不清自己有多少军队啊！3不知将军张宗昌这种傻逼都得到了山东。郭松龄心里想，我至少会得到一个山东，或者会得到一个江苏吧。结果江苏许给了谁？许给了那个杨雨婷，还是他的对头。他他妈的心里边，就是这个人呐，叫不患寡患不均，他恨死张作霖了，所以产生了谋反之意。
更重要的一个推手就是李大钊在这里边和他老婆，李大钊和他老婆蛐蛐他，在这儿混啥呀？你看也不重用你，你傻逼了吧？你陆大的，你土包子，人家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士官派，现在士官派要起来了，你被利用完了，你完蛋了。你那个什么铁哥们张学良，你看他是个正经人吗？你看他整天在上海泡妞操逼，在他妈的北京泡妞操逼，他也不在部队待着呀，你这一辈子就完了。说的郭松龄啊，一时兴起了，就勃起了。再加上李大钊说，你看我带你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带你去见苏联老板，你看苏联老板给孙中山多少钱你都看见了，鲍先生带广州去，加倍给你，行不行？干不干？反，就这么反了，这就是真相。郭松龄这都哪都有李大钊，因为对呀，李大钊跟冯玉祥、郭松龄全他妈挂上了，都当了政委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杀他？明白吧？你要是张作霖，你就是什么？我他妈要干死你啊的！操！因为什么？你这叫挖我墙角、刨我祖坟之仇啊！这个张作霖和张学良跟李大钊是私仇，这不是公仇了。为什么？因为你把郭松龄策反了之后，你知道产生了多大的反作用？郭松龄第一猛将一挥师打东北，11月22号挥师造反。我看啊，是不是？我看哪天造反了？11月22号，没错，11月22号造反，10天之后，就是12月1号，就已经击破山海关，兵临沈阳了。张作霖吓得就开始根本挡不住，张作霖吓得开始烧文件，准备付之一炬跑路了，往他妈的东北深处跑了，往吉林、往哈尔滨跑了。张作霖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你想想，多他妈的被动，张学良完全见不着人，所以他还有个铁哥们跟他关系不错的叫江登选，也是奉系的一个大将，也有一个军团。江登选去找他，路过他地盘，他把江登选给杀了。你说做事做得多绝？郭松龄这个狗操的，你江登选也没招你，没惹你，就平时你可能有点站到杨雨婷那边了，没支持你，你也不用把他杀了呀，都是同袍啊，杀战友杀掉，这个人不留后路，郭松龄不留后路。所以呢，郭松龄的老婆冯玉祥的老婆在李大钊的斡旋下，与苏联大使达成了密约，三方结盟，形成了一支10多万人的军队啊。郭松龄有7万人，冯玉祥有5万人，4、5万人，10多万人的军队，他们认为在苏联的支持下足以对抗张作霖。事实上也是这样，如果他们真的按照这个计划实施，就没有孙中山北伐了，一定是苏联的南征。在郭松龄和冯玉祥的领导下进行的南征，中国的历史就又变样了。那李大钊在中国历史上就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带路党的作用。可是在这个时候啊，历史就这么没想到，没想到打得这么顺。本以为张作霖经略东北多年，就算郭松龄起兵谋反有苏联支持，他妈的张作霖东北军还有1/3在老家没出来，怎么也不是个吃素的，这个仗得打上1年半载的。结果没想到3天4天就解决战斗，兵困沈阳了，这么轻松。第二个没想到他妈冯玉祥这个狗操的又背叛了，又双若浊，背叛了主人冯玉祥。冯玉祥一看，我操，奉军这么不经打呀，原来我以为他们很厉害啊，没想到这么不经打。冯玉祥决定独吞，你猜对了，冯玉祥就是这种人啊，多隆多大人的就是冯玉祥。我操，没错，韦大人就是我呀，我又要出卖你们了。为什么呢？冯玉祥认为，我操，这我用不着你郭松龄什么呀？啊，这么着吧，我虽然打不过你郭松龄有7万人，我只有4万人，但是我这个位置好，我在古北口山海关给你守后路呢。现在你已经杀到沈阳去跟你主人拼命去了，你们是7万对7万。基本上是要你死我活拼没了，我不就是努尔哈赤，我不就是皇太极，我不就是多尔衮了吗？我在上海关这一守，你们2败俱伤，你们一个大顺李自成，一个他妈的大明吴三桂，你们拼个你死我活，最后天下就是我的，哈哈哈！所以冯玉祥就背叛了。冯玉祥忽然翻脸，攻击张景林部，攻击这个郭松龄部的山海关后援团，把山海关给他卡死了。也就是说，张景林和郭松龄2个货忽然往回头一看，后边没有退路了，前面老东家张作霖是要杀了你们2个二五仔，后边没有退路了，说好的银两和女人都不见了，现在怎么办？
现在他妈的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只有先杀了张作霖再说了。先杀了张作霖，回头还有办法。如果要是杀不了张作霖，项在这儿，姜在这儿，完犊子了，一定会被张作霖化骨扬灰。所以郭松龄就是瞒着他的军队，一鼓作气的攻打沈阳。我操，张作霖真扛不住了。这时候第三个没想到，这是历史是由没想到构成的。第三个没想到，张作霖没想到自己的弟兄们叛变，对不对？那这些弟兄们，第一没想到战斗打这么顺，第二没想到他妈的后路被劫，第三没想到日本人来了。大家知道日本人在东北一向是坐山观虎斗，日本人很谨慎。今天的日本外交军事都很谨慎，一向如此。日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些东北军的那些所谓的关东军的那些少壮派，那时候日本人还比较老实。日本人是坐山观虎斗的，日本人并不想介入直奉之间的战争太深，因为日本人也怕赌错了。结果日本人一看，郭松龄后边有他妈的李大钊，又是李大钊，有苏联共产党。大家记得我讲日俄战争，讲东北亚局势，日本人永远的敌人是苏联，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永远的敌人在东北亚就是日本啊，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关系。所以日本人一看，我操，冯玉祥和郭松龄是共产党啊！所以日本人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找张作霖，跟张作霖说：“咱俩签约，你原来不愿意签的约，只要你跟我签，你不用跑了，我保护你。你看他敢不敢动你？”张作霖以前是坚决不跟日本人签那个加强版的21条的，主要是让日本在东北驻屯扎下根来的那些协议，张作霖坚决不跟他们签。你要是张作霖，这时候你能扛得住吗？1925年圣诞节之前，你要是张作霖的话，你也得签。为什么？你要是不签，郭松龄就把你杀了。你的叛徒，你的小弟就把你全端了，你的小弟就变成他妈的赵匡胤了。所以张作霖就忍痛跟日本人签了合同。日本人关东军签合同之后1秒钟就出现在了沈阳城，日军立刻沿沈阳沿这个铁路布防日本军队，替换张作霖的奉军。同时齐装满员的关东军向交战双方同时发电发报，铁路周围20里地，铁路线周围20里地不许打仗，有开枪者关东军灭之。那你想想，郭松龄的部队也不是傻逼啊，郭松龄的7万人秒灭呀！圣诞节之前，圣诞夜12月24号，郭松龄老婆和郭松龄两口子坐着一个大车化妆出逃，往南跑到了辽中县老达房一个地方，叫老达房的地方，被张作霖的军队抓住之后，郭松龄和他老婆韩淑秀被枪毙之后，张作霖命令把他们两个暴尸3日，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看。今天你去大帅府，你去长春的那个伪满洲国纪念馆或者沈阳大帅府，你都能看到暴尸的照片，当时的东北的《奉天日报》。为什么？张作霖恨死郭松龄了，就是郭松龄这个二五仔这么一反水，把整个奉系的江山全部毁掉。在这个过程中，郭松龄扮演了个绝对的小人的角色，做大事言不由衷，口不对心，心不诚实，小人必亡，天必谴之。